大家好，我是小诺。骨头汤营养丰富，可是很多朋友自己在家炖的汤清汤寡水不香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炖骨头汤的小技巧，切记两放两不放。炖出的骨头汤汤浓汁白，味道鲜美不油腻。下面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今天花了16块钱买了一套的大骨头，这一块骨头呢叫仙板子，这一块大骨头，大腿上的骨头。先用刀把这个关节给它切下来，这个关节是活动的。这一块大骨头呢，我们可以用砍刀把它敲断，因为这块太大了，放在锅里不好煮。看一下，里面也是满满的骨水。然后把骨头放入大盆中，往里面再加入没过骨头的清水，再加入半杯82年的啤酒。啤酒能去腥增香，还能让大骨头的肉质更加的鲜嫩好吃。再加入一勺小苏打，加入小苏打可以软化肉质，还可以分解大骨头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下手抓一抓，抓拌至小苏打溶解，这样抓一抓也抓出了不少的血水。抓匀后把它放在一旁浸泡30分钟。30分钟，骨头泡出了许多的血水，看一下，水非常的浑浊。然后把血水倒掉，再用流动的清水把骨头清洗干净，直到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了，这样骨头也清洗干净了。骨头清洗干净了，熬出来的汤才会像牛奶一样白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入锅中，再加入葱节、姜片，再把剩下的啤酒倒进来代替料酒，再加入清水没过骨头，用勺子搅拌搅拌，开中火给骨头焯水。焯水的时候不要盖锅盖，让腥味更好的挥发。中小火慢慢的焯水，这样大骨头里面的血水会慢慢的渗透出来。如果热水下锅焯水，大骨头遇热，里面的血水就会立刻凝固，血水出不来了。那样炖大骨头怎么炖汤也不会白，而且还会有腥味儿。所以大家要记住，按照我这个方法熬骨头汤，煲出来的汤汁又嫩又白又鲜，好喝无腥味儿。水开后出现许多的浮沫，这也是骨头里面渗出的血水，很腥，用勺子撇干净。水开再煮5分钟，煮的时候还会出现浮沫，这样一直用勺子撇干净。把浮沫撇干净了，然后把骨头控水捞出，再放入盆中，往里面加入温水，把骨头清洗干净，洗去骨头表面残留的浮沫残渣。焯水过的大骨头一定要用温水清洗，如果用凉水清洗，滚烫的骨头遇冷收缩，肉质发柴就不好吃了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在漏篮里沥水备用。锅烧热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热把大骨头放入锅中，把大骨头煸炒一下，这样可以激发出骨头中的香味儿，吃起来口感更香，煲的汤汁也更白。这也是酒店不外传的秘方，有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。把骨头炒一炒，炒出骨头中的油脂，炒至表皮微黄，再从锅边倒入开水，火候也是开着最大火。水倒入锅中，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汤汁变得非常白了，水也开了。只有加开水炖出来的大骨头汤才会更加的浓白。用勺子撇去表面的油沫，这样开大火再煮5分钟，同时把表面的油沫全部给它捞出来，这样炖出来的大骨头汤就不会太油腻了。不介意油脂的也可以不撇。然后把骨头捞出，放入汤锅里。今天做的骨头呢比较多，我选择了汤锅，如果用的骨头少，可以选择砂锅。再把汤汁也倒进来，往里面再放入几块姜片。在炖骨头汤的时候有两不放，不放葱和大料，大家一定要记住了。如果加葱了，炖出来的汤汁就会有一股死葱的味道，味道不好喝。如果加入大料，大料的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，会掩盖住骨头原本的鲜味。可以适当的加入一点冰糖，
对于骨头汤就是要喝原汁原味，其他的料就不要放了。盖上盖子，小火炖1个半小时。接下来准备1只山药，用削皮刀削去外皮，去皮时戴上手套，防止过敏发痒。有很多朋友对山药过敏，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山药大量上市的季节，平常给家人多吃一些山药，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很多的。然后再切成滚刀块，切好后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往里面加入清水，没过山药，再加入1勺白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用白醋浸泡山药可以防止山药氧化变黑，把它浸泡着放在一旁备用。骨头汤炖了有1个半小时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汤汁现在已经非常白了。再放入切好的山药，用筷子整理一下，让山药完全的浸泡在汤汁里。盖上盖子，中小火再炖15分钟，把山药炖至软面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盖子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汤汁浓白，骨头也炖烂了，山药这会儿也炖熟了。下面我们开始调味儿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1勺胡椒粉去腥增香，用勺子搅拌均匀。最后再加入1把清洗干净的枸杞，增加营养，点缀颜色。出锅前再撒上小葱花，这样一道非常好喝的骨头汤就做好了，香气四溢。把它盛入碗中，1碗1个大骨头，山药有肉有汤有菜，营养超级的好，汤汁像牛奶一样白，肉质软嫩，轻轻的就脱骨了。还有骨头里面的骨水，还可以吸着吃，像果冻一样，特别的香。山药也是非常的软嫩，汤汁鲜香不油腻。这样煲的骨头汤，汁白肉嫩，营养好喝不油腻。秋天也是进补的时间，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方法煲一些骨头汤给家人喝，增加营养，增强免疫力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